本节目由以下成员赞助播出。在上期节目里我们做了一个自动产粮食的机器，我们只用把想种的作物放到发射器里面，它就可以收获到很多的粮食。这箱子里面的农产品呢，都是我们上一期所刷出来的，并且我还将它们都压缩成了块块，用来做一些建筑的装饰，非常的棒。多余的粮食呢，我都把它给堆成山了，需要的时候就直接过来拿一点。上一期有小朋友问这个矿车它能否抗卸载？我这里也没有做过测试，就只是试过关游戏而已。我们正常开关游戏呢，对这个矿车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只不过矿车的渲染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，其他并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还有一条评论问BGM 能不能换成超级玛丽的 BGM？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换台。还记得我们之前把末影龙已经给干掉了吧？并且在末地传送门旁边我们做了一个地狱传送门，只不过那门现在还没有打通。那我们今天就把地狱交通给整理一下吧。其实我们把这条路打通之后，就能够很方便的去末地刷沙了，因为现在还不能制作大量的玻璃，也不能生产 TNT， 像我们之前做的刷怪塔都不是用玻璃把它围起来的，这样看起来就很难看，所以去末地刷沙是目前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。正好一直有很多小朋友想看我用夸克怎么做盾构机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小号的，是专门用来打通地狱交通的盾构机。我的铁杆丢哪里去了？好像上一次的坐标我也没有记下来，我是不是还得去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？然后我每次都不记得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传送门吧，这里就是我们以后地狱交通的入口了。我后来找到坐标了，你看我已经打在了聊天栏里面，现在就要朝那个方向挖了。我们要放下盾构机，这个盾构机呢很小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史莱姆飞行器，所以我们就按照以往的思路，先来搭一个史莱姆飞行器。我们在这边放一个粘块，然后在对角线的地方放上第二个活塞，接下来要给它的两边都延长一格，这样它挖的隧道就会宽一点。然后我们要给它每一个活塞旁边给它装一个侦测器，不对，现在装的话，待会我们在放铁杆的时候就会对它造成更新，后面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些铁杆。这些铁杆我们要怎么放呢？我们先在这里放上粘块，然后把铁杆戳上去。铁杆的后面呢，并不一定需要有活塞推它，它只要能往前面移动，就可以把方块给顶下来。而且这样做呢，也是最简洁的。我们再把上面的铁杆摆好，这一头也是一样的，然后再把多余的粘块把它给打掉。正前方呢，每一格我们都要给它放上铁杆，也包括最左侧的和最右侧的。这边同样先用方块垫一下，然后再放上铁杆。好，接下来是右侧，最后我们再把两个侦测器放上。放完侦测器呢，这前面我们还得再补上两根铁杆，这样我们就做完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每一个格子上面都有插着朝向前方的铁杆。那么我们怎么开机呢？我们这里要做一个红石火把，然后我们要明确第一个推的活塞就是这一个朝向前方的活塞，我们需要短暂的激活它一下，把这个红石火把插上去，然后再打掉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它就飞走了。我们这个时候就得跟着它的后面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防止岩浆流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坐标，最终呢要走到212的位置，现在已经到了78了。我们跟着后面呢，需要提防一下岩浆，如果有岩浆流出来，我们就把它堵上。至于这个盾构机的话，它是不怕岩浆的，因为它的两个侦测器都已经被铁杆给保护起来了，而且碰到岩浆的话，有很大的几率，这个岩浆它在外面，如果它在里面的话，就会被铁杆直接给顶没有。所以这种盾构机它是有一定的能力，能够自己排岩浆。好，已经要过了，赶紧让它停下来。我们用红石块往这个活塞上面放，它就可以停机。好，放上来了，有的时候还点不上去。接下来呢，要在这里拐弯，我给它转了一个方向，走喽。这个方向，完了，这个方向不对。这不是我想出什么节目效果，这刚刚确实是放反了。现在这个方向这就对了。行，准备出发。我清理掉了一个岩浆，我太厉害了。根据之前计算出来坐标，门就在这里。来，我先来点个火照明一下。你看这边我都是用火来给它照明的，这样照明也不费什么材料。怎么歪成这个样子了？好，我们准备进门里面去看一下，看这两个门有没有打通。好 ，OK， 成功连接。现在又到了我们苦逼的破机人时间。由于我们现在用的是4阶端，
没有推客入的连等器。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第三方的连等器软件。哇，可以。那么连等器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破了。这种破键的方式呢是用的 Fallen 那种。我们在这里只用连点器。哎，什么鬼？再来一次。打开连点器。不对呀，难道是连点器的频率还不够吗？我服了呀！我后来在创造里面测试了好多次，是因为连点器的频率不够。我这里必须要给它放一个黑曜石，每次活塞被炸掉的时候，你都放不上去第二个活塞，所以只能借助这个黑曜石来放。看到没？非得这样破。现在就只剩最后一块基岩了，中间的过程呢，我也就不给大家录了，非常的枯燥。横向破基岩呢，我这里也试了好多种方法，可能跟 TNT 破坏活塞的姿势有关系吧，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把基岩成功的破掉。我们再来试一遍，这里需要用到2个 TNT。我们要走到这里来，然后再打开连点器。好的，破坏成功了。那么此处省略10000字，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这样说：省略10000个步骤，然后把刷刷机终于给弄出来了。这一款刷刷机呢，是以前哈维设计的那一种，也是非常好用啊，所以我每次做刷刷机都会选择这一种。原理我也就不多说了，以前做过很多遍，主要是依靠这里的栅栏，沙子被弹到传送门里面去啊，会被这个栅栏给绊到，它只是在外面蹭一蹭，并不会进去。但是系统呢，它却认为这个沙子它已经传送进去了，所以会在出生点又将它复制一遍。那么开机的效果呢，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里先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好，我们也从门里面回去看看啊，这边天黑了，沙子掉了一地，我们赶紧睡个觉。每一次破基岩就总会有 TNT 掉到这边来炸了，还好我没有把家住在出生点的正中间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期呢再把这些沙子给收集起来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3连哦，我也会尽力的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玩的节目。有什么奇思妙想的点子可以给我留言，我都会去看的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